哎呀，这大肘子带劲呀！今天拿它做个煲仔饭。首先呢，把它给泡个水，拿清洁球把它给刷上。我的家里是没有烤枪，有烤枪的话用烤枪烤，比煤气灶烤的均匀。就这一面还没烤到呢，一定要把它烤的全黢黑，这样烧起来香，味道棒。然后呢，沿中间这个节把它给分开，我让别人砍啊，家里这个刀不行。这样一来呢，你这个肘子就特别好站在那里，累着。接下来呢，咱就可以直接上锅了。锅里加油，爆葱姜蒜香料，加开水，下肘子，烧开之后再加一碗料，盖上锅盖就齐了。大家晚上好，今天呢咱们吃大肘子煲仔饭。媳妇儿这2天抓了鸡鸭鹅，自己一个人弄，还有兔子，弄得挺辛苦。这2天一直想吃这个，看那个架势，如果今天再不给做的话，感觉今天晚上就没好馆子吃了。遇见这种情况呢，我只需要推2天，今天再冷不丁的一做。拿捏了，这可不是我老母身上，有时候夫妻之间的关系就得需要这种小伎俩来调剂一下，增加夫妻生活的趣味性。又开始忙上了，这小猫又上去抓鸟去了，真是照顾的无微不至。下来，菲菲，下来。哎呀，得其如此，夫复何求啊！肘子炖差不多了，现在做煲仔饭的米饭。先给砂锅底下刷上油，泡半小时的米直接铺上去，然后加1比1的水，小火开炖。好了，炖好了。哇哦，哇塞，真棒！最后再盖个帽，撒点葱花。观众朋友，肘子煲仔饭真有肘子在里面，超市里面买的大概是7块钱1斤，4斤多的大肘子。开动，软烂脱骨，这是炖的火候比较足，这个肥肉一撕就烂，带劲儿。怎么判断一个成功的肘子？就这大骨头啊，你就这样一撕，它就下来了，这说明这个肘子软烂。哎，我感觉肘子最好吃的就是外面这层脆骨，媳妇儿牙口不好，无福享受啊。大棒骨也是，嘎嘣脆，很过瘾的。哎呀，赞！哦咦，肘子拌饭，千丝万缕饭。哦，煲仔饭好吃，砂锅炖出来的米饭带焦的锅巴。哦，地锅炖出来的肘子香，这2个搭配绝了。皮是烂乎了，但是那个瘦肉还不是特别烂乎。它饭有点火候，但是呢，我喜欢吃硬饭，因为我是硬汉。哇，太解决了！小风吹着，小肉吃着，就差一个小酒喝着。砂锅炖出来的带锅巴，嘎嘣脆，牙口不好，你吃上面带汤的。哇，非得过瘾，直击灵魂。我是肚肥，没有养颜，蛋白质胶原蛋白，光灵性肥料。啊，太带劲了！你没牛了，看我的，过瘾。过瘾。太黑了吧？你没牛了啊？怎么样？
接不接菜？过不过瘾？哎呀，爽！太爽了！算。天上还下着雨，被老妈一个电话拽到镇上。狗子看到我都懵逼了。老妈这是怀疑自己生了个傻儿子，下雨也不打伞，还是怕我着凉了，一会儿要做一顿好的给我吃。忽然想到前几天老妈特爱刷美食视频，感觉到不妙了。这不还没一溜烟的功夫，老妈一大包东西提回来了。你说这年龄大了还好学了，真不知道是和谁较劲啊！看这个样子，今天的主菜应该是鱼了。再看这些青菜配菜，还有这料酒，老妈以前从来不用料酒的。别的先不说，就这敢于接受新事物这个劲儿，必须得支持。看这鱼背部切开，去鳍给划刀，还腌了一下，这肯定是做烤鱼了吧？你还别说，步骤都对，手法也娴熟，今天应该会是不错的一餐。还有这围裙一勒，感觉妥了。老妈做饭呢，主打一个盆儿多筐多，这边还没说完呢，又拿出了一摞，这也不知道要种多少啊。实话说，当一个人主动去做一件事的时候，是开心的，这不。怎么高兴的唱起来？有妈高兴的时候就会唱个2句，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个样子的？那边面醒着，这边开始擦萝卜丝，这手法没水的，真的是直接擦完啊，一块不留。然后就是切白菜丝儿，挤出水。看到这里，我基本上已经猜到要做啥了。上次好的猪油直接起锅化开，然后炸点葱花，关火下白菜丝儿、胡萝卜丝儿，然后加食盐。后面应该还有4人样吧？4人样不着了。没想到老妈做饭还真有自己的理论，4人样脂肪肉。然后后面就是老妈最拿手的擀面皮儿，这个手法我现在都不熟练。紧接着就是铺馅儿、抹匀，叠成自己想要的形状。一般呢都会叠成长条形。老妈还会加上自己独特的手法，起锅整整4大条，够吃了。今天做的呢是地锅现磨，地锅是必不可少的。锅呢够大，馍随便放。没想到最后还多了2块，楼下电饼铛一样可以用。馍蒸上了，接下来就是鱼了。老妈做烤鱼有自己的想法。腌好的鱼裹上1层面粉，炸出来的更好吃。还说视频里的也不能全信，要跟着自己的想法去做。就这一刻，忽然感觉老妈散发的光芒。然后就是照抄视频里面火锅底料、豆瓣酱，哎，这甜面酱还有这番茄酱，这看不懂了。最后还来了点激情，我感觉老妈像是家里有啥她放啥。最后爆葱姜蒜，下料，下洋葱，下芹菜，最后加水，看着像是韩餐料理，倒出来感觉，哎。还确实是个样，这层色儿完全不像是第一次做烤鱼啊！这一大盘端上来的瞬间，再配上老妈做的这个蟹末，又想起刚开始的那一句话，这一顿应该会不错。好了，饭齐了，点火开吃。你看这烟雾缭绕的，这氛围一下子就来了。老妈今天做的蟹末也是大，一般呢就不用切，正常人一个就饱。凭什么抓？当然了，这是老妈做的，我怎么也得吃俩。你也别说，这一口下去，这味儿是对的。这一种呢是楼上地锅蒸的，看起来感觉没那么好看，但是味道呢依然不变，很好吃。哎，这好吃，东西吃了，该给的都得给。辛辛苦苦厨房忙活了这么久，不为别的，就为一个认可。就算今天这个鱼也不是特别好吃，也一样。老妈的幸福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。今天呢是休息日，想着能在家里玩一天的游戏，那是别提多开心了。刚想呢给老婆介绍一下，梅阳就开始幻想着今天中午的午餐了，表示写了一上午的作业，想吃一顿好的。既然儿子有想法呢，做老子的一定得满足吧。于是依依不舍的下掉游戏关机，骑着咱的小电驴就出发了。乖乖，你还别说，赶集的人还真多，奈何全是摆摊的。想着吃一顿好的，鸡总得来一只吧。乖乖，一问价格都涨了9块钱一斤。付完钱之后，老板娘表示可以送点鸡肠。家里狗子有的吃了，鸡买了，想着肉也得买点吧。五花肉还不赖，让老板按这里切一刀。老板划着肉，还一个劲儿的夸我是个买肉的行家。最后推出超市的排骨打折，这就给了他1块吧。
好了，买完回家就这么点东西，花了89块，回来还得跟媳妇炫耀一下。今天咱这一顿89元的大餐都有些啥？差点忘了一个重要的，那就是每一个皖北人都离不开大馒头。面粉你就这样稀里糊涂弄一下，用酵母水这么拌，水多加面，面多加水。最后呢，再这么炸吧，这不就起锅了？老妈也是爱动，趁着我和面的空把鸡都剁好，还说孙子想吃自己得有参与，但是五花肉咱得自己来。老妈眼睛事务的干不了细活，这功夫3盆肉就起火了，该泡血水的泡血水。待到这会功夫，老妈把辣椒也给整好了。肥羊表示也想帮忙，最后终于所有食材备齐，咱终于可以开火了。自从老妈的铁锅买回来之后，这小鸡儿还真是没少吃。这小鸡儿呢就特别简单了，热锅亮油，直接煸五花，煸成这个样子，香味是没谁了。然后直接下排骨、鸡块，再煸个10来分钟，葱姜料酒一放，那小味儿一下子就出来了。然后呢，凉水起火。媳妇还夸我瘦了之后做饭更帅。你越来越帅了。我说那可不嘛，说笑归说笑，咱的大馒头可不能忘。扒了40分钟的面，也就是这个样子了。把它随便弄下来，揉吧揉吧，做成什么造型还不是自己说了算。就这个样子，两个一堆一拧，哎，就成了。你别说，还挺个性。这时候估计老爸也是闻到了肉香，非要冻2瓶啤酒。我说那2瓶能够吗？反正呢，喝酒就是个学员，谁让就了了呢？该说不说，这小鸡就是招人稀罕。这大馒头条子也该蒸上了。锅里呢随便摆，主打的就是自己喜欢。最后再一盖，就等着吃吧。连狗子闻到味都已经躁动不安了。你别说，最后这毛毛虫蒸的还挺好，一人至少吃2。这不，肉量提上来了，这盘子也得用大号的，要不然这么一大锅还真的装不下。反正呢，主打的就是一个得吃过瘾。你就说这么一大份，谁看着不迷糊？就这蘸汁馒头配上大肉，再来2瓶冰镇啤酒，那就剩2字过瘾啊！老爸看着这菜也是开心，非要表演个开瓶绝活。既然给了咱，也得倒上陪2杯吧。果然还得是大花卷招肥羊稀罕，看得我都馋得不行。看老爸这架势，不得是馒头就酒，越喝越有啊！老妈呢，每次都得压轴最后一个上桌，果然还是大毛毛虫招人稀罕，依旧是最会捧哏的那个，吃着还得夸着。怎么说呢？反正是家人吃着满足，哎，你就特别开心了。这样呢，下次有动力还能继续做。不过再做归再做，现在咱也不能饿着。你看这蘸汁大面包确实很诱人啊！这一口下去，哎呦妈呀！再来一口带肉的，真是馋哭小肥羊了。咱吃东西主打的就是雨露均沾，这肉块标准的饭馆味，以后一定得开个小饭馆。人吃上了，怎么也得给猫一块呀！小家伙还挺挑食，还是家里的狗子好，啥都吃。最后都吃差不多了，老妈端一锅玉米出来了。虽然呢个头小，但至少都是自家种的，吃着香。老爸呢，这是边吃边说，种子买坏了呀，天气也比较旱，反正呢，希望明年风调雨顺，多种好果吧。